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东简报。伊朗和沙特同意恢复关系，重新开放大使馆。Reuters， 经过7年的裂痕，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同意重建外交关系。伊朗国家通讯社 IRNA 报道说，在两国高级安全官员会谈后，他们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大使馆2个月内。该协定将引起石油市场特别关注，因为这两个中东大国一直是反对欧佩克加集团谈判和商定削减石油产量能力的关键参与者。当伊拉克于2021年4月主办两国会谈，阿曼于9月主办两国会谈时，两国承受了压力。伊朗与沙烏地阿拉伯同意在紧张局势后恢复关系。AP 美联社，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已同意在中国支援的阿联酋斡旋协定后重新开放大使馆并重建外交关系。外交恢复是在紧张局势加剧几年之后进行的，其中包括2019年对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工业的袭击，归因于德黑兰。这次会议是在复活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这一消息。这一事态发展被视为对美国的打击，美国被认为正在从中东撤军。该地区的外交官也试图结束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参与的长期也门战争。近几个月来，阿曼举行了谈判，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的神圣穆斯林斋月之前达成协定的希望。美国瞄准支援伊朗无人机采购工作的中国网络。Reuters， 美国财政部对被指控向伊朗运送航空航太零部件的中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他们负责销售和运输数千个航空航太部件，包括导致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涉嫌生产用于攻击油轮并出口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模型的部件。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也表示，伊朗直接参与了俄罗斯使用伊朗无人机导致的乌克兰袭击。今年1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尽管伊朗否认参与，但伊朗可能因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而助长战争罪。联合国签署协定，从也门附近的油轮上打捞搁浅的石油。AP 美联社，联合国已签署合同，购买一艘大型原油运输船，在撤离也门沿海一艘老化油轮上搁浅的100多万桶原油。该决定是确保货物可以安全移除的第一步，从而防止石油泄漏或爆炸造成的环境灾难威胁。联合国同意从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邮轮公司 Euronef 购买这艘双壳船，预计将驶向也门的红海水域，并与 FSO Safer 一起停放。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船对船原油转移将于2021年5月开始。FSO Safer 是一艘360米长的单壳日本制造的邮轮，建于1970年代，并于1980年代出售给也门政府。自2015年以来，它一直没有得到维护。人们担心海水已经进入其发动机舱，对管道造成损坏，并增加爆炸或沉没的风险。内部文件显示，铁锈覆盖了油轮的部分，而阻止油罐收集易燃气体的惰性气体已经泄露出来。尽管专家警告说，对该船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但到目前为止，截至3月7日 ，FSO 更安全石油转移紧急阶段所需的1.29亿美元中，只有9500万美元已经筹集。需要这笔钱来防止油轮倒塌或爆炸。如果没有全额资金，可能会泄露超过100万桶原油。也门内战始于2014年，当时伊朗支援的胡塞叛军占领了首都沙那和该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也门政府首先逃往南部，然后逃往沙烏地阿拉伯。次年，沙特领导的联盟参战，与胡塞武装作战，并试图恢复国际公认的政府掌权。也门冲突造成了联合国所说的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超过2400万人，占人口的80%，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许多人面临饥荒和营养不良。被伊朗监禁的美国公民恳求拜登赢得自由。Reuters， Sia McNamee 是一名因间谍指控而被拘留在伊朗的美国公民，美国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呼吁拜登总统确保释放他和另外2名被监禁在德黑兰的美国公民。在德黑兰埃文监狱接受 CNN 的 Christian Amanpour 采访时，这位51岁的老人代表 Ahmad Sharji 和 Mourad Tabbas 发言，要求总统将无辜美国人的生命和自由置于所涉及的所有政治之上。伊朗出生的纳马齐在1月16日通过信件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企业家纳马齐被监禁的情况，沙尔吉商人
拥有美国和英国国籍的环保主义者塔赫巴兹加剧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纳马齐的父亲巴克尔也拥有美国国籍，2016年因间谍罪在伊朗入狱，但因病于2020年3月获释。埃尔多安正式宣布，土耳其将于5月14日举行选举。Reuters，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呼吁在5月14日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提前1个月。在电视上播出的仪式上，埃尔多安称选举是他20年统治的最大考验，这将决定不仅谁领导土耳其，而且决定他如何治理，其经济走向何方，以及他可能发挥什么作用来缓解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一些媒体表示，在上个月宪法改革生效，限制军队的作用并增强总统权力后，埃尔多安推动选举的举动旨在增加他在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连任的机会。据报道，土耳其最大的反对派集团已任命凯莫尔·基利克达罗格鲁为挑战埃尔多安的总统候选人。民意调查显示，基利克达罗格鲁和埃尔多安并驾齐驱，反对派的积极结果可能导致埃尔多安在从民权到外交事务等问题上的许多政策逆转。埃尔多安监督了对政治对手、抗议运动、人权活动家和媒体的镇压，这些问题将是竞选活动的核心。埃尔多安要求土耳其加入欧盟、EU 及其政府的国际行动，包括参与叙利亚冲突，也将在竞选期间突出，该国的经济表现也将如此。在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和里拉贬值的情况下，对通货膨胀和高水准政府支出的担忧日益增加。沙特阿美将于4月向部分亚洲炼油商供应全部石油。Reuters， 业内人士称，沙特阿美将在4月份向至少4家北亚客户提供全部原油合同。此前，沙烏地阿拉伯决定连续第2个月提高运往亚洲的阿拉伯轻质原油的价格，原因是该地区可能出现高需求。该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谢谢收看中东简报。